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趙麗穎的反拿報紙與內娛的人間清醒，一場關於邊界與選擇的全民熱議。飯局上，親戚們的熱情幾乎要凝成實質的唾沫。他們描繪着一條看似安穩的道路，終點站着一位老實工作好的鎮長，而處於風暴中心的他，只是緩緩展開手中的報紙，將它整個倒轉過來。這個動作沒有聲音，卻讓滿屋的嘈雜瞬間凍結。有人說，這是年度最震撼的無聲反抗，它不屬於仙俠劇的炫目特效，卻精準地刺中了現實生活的穴位。當眾人還在討論過日子的實用哲學時，主角已然在踐行挑人生的絕對主權。這短短一幕，為何能引發如此廣泛的共鳴？或許因為它撕開了一個我們無比熟悉的場景，那些以愛為名的越界，那些集體意志對個人選擇的裹挾。趙麗穎近年來的角色軌跡，恰好為這種清醒寫下了多樣化的注腳。她似乎總在挑戰那種被外界定義的正確路徑。在仙俠劇《逍遙》裡，他客串的歲夢仙君玄機，表面是悲天憫人的上古醫仙，指尖捻着草藥的模樣溫柔似水，可內裡卻是一個因愛生恨、執念深重、不惜攪動三界的瘋批幕後黑手。一句我想讓三界記住疼的台詞，混合着瘋癲與決絕，徹底顛覆了仙俠反派的臉譜化形象。這個角色戲份僅3分鐘，卻炸出了6個熱搜。觀眾看到的不是一個簡單的惡人，而是一個在愛欲與執念中沉淪，做出極端選擇的複雜靈魂。他沒有選擇普度眾生的正道，而是走上了屬於自己的充滿爭議的復仇之路。這種對角色複雜性的深度挖掘，正是演員主動選擇的結果。他甚至自降片酬，以監製身份重塑了這個人物。如果說玄機是仙俠世界的不清醒，那在人間裡，趙麗穎則陷入了更極端的自我邊界探索。她飾演的賈小朵，竟是男主角體內分裂出的一個副人格。劇中，多重人格在同一個軀體裡相愛相殺，上演着自攻自受的修羅場。有一場戲，她對着鏡子，從癲狂大笑瞬間切換到痛哭流涕，下一秒又能溫柔撫摸鏡面，全程沒有一句台詞。這種在少女感與病嬌感之間無縫切換的表演，被觀眾稱為人格分裂式演技。這個角色本身就是邊界模糊的終極，體現自我與他者、真實與虛幻的界限徹底崩塌。觀眾在燒腦的劇情中被迫思考，當多個自我共存時，哪一個才是真正的本我？誰又有權決定主體的命運？而在現實主義題材中，他的清醒則表現為另一種扎根土地的堅韌。在《小城大事》原名造成者中，他剪去長髮，素顏出鏡，增重飾演80年代的基層幹部李秋平。這個角色面對的是荒灘建成的宏大夢想與具體而微的艱難困苦。預告片裡有一幕，他被村民質疑，壓力大到極限時，聽到長輩一句安慰，眼淚瞬間滑落，但他立刻轉身繼續工作，沒有撕心裂肺，只有屬於成年人的迅速消化情緒並繼續前行的克制。這種隱忍式哭戲，與風吹半夏終許半夏得知戰友救不活時，那種埋在心底的痛楚釋放一脈相承。他們的清醒在於深知責任在肩，情緒必須為目標讓路，個人的委屈可以暫時擱置。更極致的例子出現在電影《第20條》，她飾演的聾啞母親郝秀萍，在天台邊緣面臨救丈夫還是救女兒的絕望抉擇，發不出任何聲音，只能依靠扭曲的面部表情和通紅的眼眶，傳遞出近乎窒息的痛苦。張藝謀導演評價這場表演是用身體語言完成了敘事詩。這是一個被剝奪了話語權的女性，她的清醒是殘酷的，清醒的知道自己別無選擇，
清醒地承受着命運的重壓。他的反抗連聲音都無法發出，卻震耳欲聾。從攪動三界的仙君，到體內的人格碎片，再到灘塗上的幹部和無聲的母親，趙麗穎塑造的角色仿佛在反覆叩問同一個命題：個人的意志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抵禦外界的定義與安排？那個反拿報紙的動作成了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符號，它不代表無知，而是一種主動的、沉默的宣告：你們的話語體系與我無效。這與作家梁曉聲所理解的人間清醒不謀而合。他認為，清醒首先要對自己有清晰的認識，並且需要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審視自我。人在年輕時或許感性，但成長意味着理性逐漸佔據上風，尤其是成家立業、肩負責任之後，過分的感性變成了任性，是對身邊人的不體恤。真正的清醒，是在認清自我能力與處境後，做出有所為、有所不為的抉擇。現實中，我們時刻面臨類似的飯局，七大姑八大姨可能是社會時鐘的催促，可能是職場福報的灌輸，也可能是網絡上層出不窮的正確生活方式指南。他們都在試圖為我們的人生撮合一個標準答案，而清醒的反抗未必都是戲劇性的倒拿報紙，它可能是逍遙裡玄機選擇那條萬劫不復但忠於自我執念的路，是在人間裡賈小朵作為副人格對主體存在的激烈爭奪，是李秋平把眼淚憋回去繼續畫規劃圖的堅持，也是郝秀萍在無聲世界裡做出的那個殘酷決定。它關乎邊界，即明白什麼是自己的事，什麼是別人的事，不把越界當作關心。它也關乎選擇，即清晰自己的定位，不把逞強當能力，在理性評估後為自己的人生負責。有觀眾調侃，現在聽到塑料袋的響聲就哆嗦，因為趙麗穎在戲裡撕藥包裝的聲音太具穿透力。這種生理性的條件反射，恰恰證明表演已讓觀眾產生了深度代入。當我們在為玄機的瘋批着迷，為賈小朵的人格切換揪心，為李秋平的隱忍落淚時，我們也在審視自身所處的飯局。我們是否也曾被唾沫星子濺到臉上？我們手中是否也有那張可以倒拿的報紙？這場由一個戲劇片段引發的討論，早已超越了演技範疇，變成了關於個體自由、邊界意識與生命自主權的公共思考。在眾生喧嘩中，保持那份眼皮都不抬的定力，守護自己挑人生的權利，或許才是紛繁世界裡最難能可貴的清醒。